面对排外的秀才和迷信的风水，传教士是如何利用几块薄利三棱镜，在层层官僚体系中杀出血路的？传教士在被驱逐、被怀疑、被层层设防之后，命运为何突然翻转？一个前不久还公开反对传教士的总督，为什么会在一名普通士兵的请求下点头放行？今天我们继续读利玛窦中国札记，在这一章，故事真正进入关键时刻。肇庆成为耶稣会士第一次在中国合法落脚、修建房屋、建立中心的起点。但希望从来不是平白赐予的，它夹杂着猜忌、流言、官僚算计与民间恐惧。那些被视为奇迹阴巧的西洋物件，如何成了保命的社交筹码？而那座试图按欧洲风格修筑的2层小楼，又为何触动了中国官场最敏感的神经？我们将看到传教士如何在恩准与防范之间小心翼翼地站稳脚跟，也将第一次真正走进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这不仅仅是一段传教史，也是一部关于如何在一个极度排外的社会里，从零开始搞定地皮、邻居和总督的硬核社交指南。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4章，传教士被邀请赴肇庆，他们在这里修建房屋并开辟一个中心。从失望的深渊里突然出现了一线新的希望。神父们返回之后还不到1个星期，总督的一名卫队长就从肇庆城到达澳门。他是该地的地方官，中国人称之为知府的一名使者。他来送交一份由总督批准的信，邀请耶稣会的神父去肇庆接受国家赐予的一笔财产，修建一所教堂和房屋。像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只能归之于上帝的恩典，而不能归之于人类的功绩。我们丝毫不认为它是我们的成就。确实，即使在人类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对于未来仍应保持希望而绝不放弃对美好前途的希望，这应当作为一个教训。就在最近，总督本人还在公开文件中不赞成我们的事业，毫不含糊，而且本地的长官甚至不愿看见神父。但上帝是无可否认的，上帝管辖着时间和时刻，上帝自古以来就规定了这个民族要接受他的光明。靠上帝之手，靠他伸出的右臂，这个国家的门户多少世代以来对上帝的福音是关闭着的，现在却被打开来接待他的使者。不管人类的文献记录了传教士在这桩伟大的事业中做出了什么业绩，但倘若他们不曾得到那从虚无中创造出现存万物的力量的支持，他们就会一事无成。据最近担任代表的神父叙述说，当他们第2次来到肇庆并被遣返省城时，新任总督的几个仆人也在场。神父们出一笔钱，请他们无论哪一个人设法让神父们回来。其中有个最低级的士兵是宫廷卫士，他听说有报酬，马上就以翻译员的名义向总督递上一份申请，请求在城里为传教士安排一所住宅和一块兴建房屋与教堂的地皮。看来似乎很奇怪，那个挑剔外国传教士并通令严斥他们的总督，竟然接受了一名普通士兵的申请，并转给该地方长官浙江人王盼，马上把他付诸实施。正是这名当宫廷卫士的士兵被派作使者来递交欢迎书。这样一个通知所造成的欢乐情绪容易意会而难以言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的反应有赖于惊喜这一因素，希望越小，惊喜就越大，何况在此前简直是已经完全绝望。看来好像是上帝的手和天恩超过了人力。于是前面屡次提到的这次旅行的发起人就着手准备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所必须的东西。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整个事业都要依靠他们朋友们的慷慨解囊，而其中很多人却有种种理由怀疑，这次尝试也像前几个月内的其他3次一样，会以失败告终。此外，他们必须考虑过去1年多次发生船只失事，特别在福尔摩沙岛外惨重损失了一船赴日本贸易的贵重货物，差不多把该城当时的财富全部丢光。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勒紧钱袋了，否则本来钱袋是会慷慨打开的。这也像前面一样，神又来帮助他们了。
澳门有个葡萄牙商人名叫维加斯，他施舍钱财和创造钱财是一样有名。从一开始，他就对这次远征很有兴趣，即使殖民地处在最困难的境况，也不愿放弃他。他的捐赠足够准备全部所需之用。为了公正地评价维加斯，当正式谈到他和远征的关系时，还应该提到他在果阿兴建了修道院，并捐赠给他一笔年金。他死前不久，要求参加耶稣会，他的请求得到批准。尚有其他对中国传教团的捐助者，施舍最多的是果阿神学院长卡布莱勒神父。起航的时刻到来了，一行人满怀希望出发。基督教对中国的进攻好不容易终于开始了。他们抵达广东省城时，遇到一些自从神父们被逐离肇庆后就留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他们的船只从菲律宾群岛驶往新西班牙，在广东省海岸外的南头岛沉没。全体船员都成功地登上大陆，并被中国人拘留，以待总督决定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有3个人被送往广东，解释他们来到中国的原因。城里还有8名或10名方济各会士，他们一从菲律宾驶至中国毗邻的国家叫做交趾交纳。他们曾听说那个国家的国王要建一座像基督教堂那样的教堂，但他们却在那里备受虐待，因此他们决定返回本国。在归国途中，他们的船只在广东海岸的中国海南岛搁浅。中国海军俘获了他们，并剥夺了他们全部的财物。当耶稣会士到达时，方济各会士正被当作海盗押解到关。这次相会使双方均感愉快，因为2部分传教士都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到了不信教者的当中。既然我们的神父们是自由的，他们便或允去仁慈而殷勤地照顾浮囚，甚至为他们一些人在耶稣会士所居住的暹罗使馆内举行弥撒。这当然是上帝赐予的慰藉，他们已经长时期没有享受到了。同时，这次幸运的会见也终于使这一行人获释。当局被告知，这些人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指控他们为海盗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确实不应该受到这样粗暴的待遇。我们的神父们答应，浮囚的所需一切都从澳门按期偿付。于是不久，在他们把财物散发给穷人后，浮囚们就被送往澳门。我们在这里是把他们的故事当作我们自身经历中的一个插曲来讲述的。我们现在谈到的入境者一行于1583年9月初离开澳门的神学院，就在那个送来受欢迎的许可证的士兵护送之下，于同月10号到达肇庆。他们在长官衙门中受到礼遇，长官正坐在他的官位上。当他们按习惯向他下跪时，他询问他们是谁，来自何方，来此何事。他们通过他们的翻译员大致回答如下：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3、4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他的圣名和光辉所吸引。然后他们解释，他们请求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修建一所敬神的小教堂，多少可以远离他们在澳门感到恼人的尘嚣以及商人的喧哗买卖。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他们想建立一个住所，并在那里度过余年。他们既谦卑地哀求他不要拒绝他们的请求，并说明这样一项施舍会使他们永远对他感恩不尽的。再者，他们答应遵守法纪，不花费他人。那位长官看来是个天性乐善好施的人，带着有点殷勤的态度。他一开始就对神父表现友好，情况许可时还支持他们。在最后一次晤谈中，他的答复大致如下：他完全不怀疑他们的诚实，并且愿意把他们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不错，他们可以进城，看看所有可利用的地皮，并随意挑选一块。他也努力使总督批准所请。正在这时，肇庆地区向所属的11个县城征收一笔长税，以修建一座塔。据他们古老的迷信说法，这座塔会给全省带来好运气。第1层已建好，上面还有9层。它坐落在一处极其优美的地方，在一条可通航的大河上，河流灌溉总督和长官在城外的产业。塔离他们的庄园1英里多远，其间的地带人烟稠密，
供休息的花园和布置精致的园林，展现出一片美景。就在尖塔的土地上，他们也规划修筑一座宏伟的寺庙。根据民族风俗，他们要在庙内立一尊长官的塑像。他任职6年来，博得了知识阶层和无知群众的颂扬。陪神父们一起来的那个士兵，还有他们拘留几个月来结识的其他朋友，都向他们指出，该地是他们修建房屋的理想环境。他们对该地的第一个印象很好，因此他们当场就决定申请正在兴建中的花塔附近的一块地方。花塔这个名字来源于五颜六色的装饰。次日，他们向长官表明他们的愿望，长官看来对这事感到高兴，超出了他们所能想象的。庙和塔以及该地的整个布局，都是在他的批准下进行设计的，是对他作为百姓的恩人的一个献礼，而他对他只感兴趣，正犹如那是他的私产一般。整个进程对他来说，由于增添了外国教士合适的家饰，只会显得更体面、更尊贵。但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这种事情迄今为止是闻所未闻的。他送走神父时，心里还在想着这回事，并保证说，他将把他们的请求上报总督，他们可以放心，他会得到批准的。离另一座寺庙不远，在前任总督时期，我们的神父们曾有一处寓所，附近有个年轻人，品行好，性格活泼，名叫陈礼格。他很快成为一个友好的邻居，不久就受到基督教的充分教诲，被接受入教，但他意外地被招走，所以没有能实现他的计划。当神父们被迫离开该城时，他们把常用来每天做弥撒的圣坛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因为没有新的信徒可以受托来保管他，所以作为他们熟人中最信基督的居民，他们就交给了他。这次重来时，他们就去拜访他，受到他整个家庭热情而愉快的接待。那个青年亲自在一间大屋中摆上圣坛，上面用大字写道：天主，奉献给上帝。圣坛上他总是摆着7、8个烧着馥郁香料的瓶子。他也在这里养成了一种习惯，正如他说的，在固定时间向他多少知道其存在的上帝进行祈祷，并供奉祭品。在这个众多的民族处在漫长时代的精神黑暗之后，至少还发现有一个祈祷真正上帝的人，这对重新归来的教士们是一股不小的慰藉力量。他很期望神父们作为他的客人留下来，直到长官把总督的回答告诉他们为止。他的邀请可以欣然接受，因为这提供他们一个为传教的成功而使用圣坛和做弥撒的机会。他们并没有等待多久，在基督升天节那天，长官请他们来，通知他们说，总督很高兴批准他们的请求。他还要他们在第2天到修塔的地方去，在那里等候他指定给他们一块地方，可以在愿意的时候尽快地修建他们的教堂。为感谢他所赐予的恩典，他们按照习惯在他面前下跪，3次叩头，每次都以前额触地。他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感激上帝的许多赐予，加上1次祈祷，感谢他们认为是那种长久以来所渴望的特殊恩典。在许多年的等待之后，它确实到来了。他们感到那是为了上帝在辽阔东方的伟大荣耀，是为了中国全国的永久福利。次日，神父们抵达预定的地方，发现长官正在等候他们。他带来了1名助手和公众建筑的监督官，后者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政界服务过一段时间，但现在作为平民，在修塔的机构中工作。看来神父们的计划并不使这个机构高兴。他已通知长官说，他们有些怀疑这些外国人可能从澳门邀来别的外国人，从而有损该城的公益。这使得长官警告神父们，不得邀他们的同胞到他们的屋里去，更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客人们回答说，他们会一如他所盼的那样做，于是指定给他们一角土地修建教堂，但地皮小的容不下一座教堂和一所房屋。翻译员费了很大劲儿解释这一点。他们还被告知，划给他们的地方仅仅作为居室，以后会再给他们地皮修建宏伟的庙宇。他们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长官的印象以为他们渴望主持供奉他本人的那座庙宇，所以长官才肯出力。
因此他们必须解释，他们不拜偶像，上帝才是他们唯一的神。这使他有点惶惑，因为他大概认为除中国人所已知的外，再没有别的崇拜方式了。他跟他的随从商量了一阵，最后说，那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修庙，他们可以把他们喜爱的神供进去。于是他决定把原来所赐予的面积加以扩大。在中国人看来，这都是稀奇的，闻所未闻。大群人已经围拢来观看，修盖花塔的地方挤满了好奇的人群，想看看外国传教士以致长官和他的卫士，尽管有他全部的权威，也无法通过。百姓先看到准备送给原长官的玻璃三棱镜，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他们奇异地望着圣母的小像。那些仔细打量玻璃的人，只有惊羡无言地站在那里。随同长官的官员们尤其如此，他们越称赞他，就越引起群众的好奇心。最后，我们慷慨的主人要求允许把这些奇珍异宝带到他的官邸去，给他的家人看。后来神父们又送他一些珍品，请他接受，以象征友情。他不肯接受，把每一样东西都退了回去，甚至于包括一张精绣的欧洲手帕，那是他有一个妻子很想留下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倾向于推论说，防止中国官员公开接受礼物的不是他的良心，而是他的畏惧。这里有这样的危险，全村的人都看见了这些东西，会控告他接受重大贿赂，竟然让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允许他们永久居留。一当神父们觉察到存在着有反对他们安顿的势力时，他们就决心加紧修建他们的房屋，唯恐再拖下去会出现根本阻止他们开始工作的理由。他们决定先打好屋基，然后租了附近的一间小屋，靠近工地，尽一切机会加紧进行。他们在屋中摆上圣坛，在节日和星期天做礼拜。然而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窝棚里度过的。他用准备修盖房屋上层的砖头搭成，他们就把它当作临时的工厂。总施工开始时，各阶层大群好奇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了，有的甚至来自远方，显然被有关外国传教士的故事所打动。关于有着奇特的面孔和其他欧洲特征的外国人，在中国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流传着种种谣言。还加上这个国家向来习惯于夸大其词，必须小心翼翼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生来就敌视外人。神父们就对他们极尽殷勤，行事时力求赢得他们的好感和友谊。他们称为无价宝石的玻璃三棱镜，凡是要看的都让看，还有书籍、圣母像和其他的欧洲产品，都由于新奇而被认为是漂亮非凡。知识阶层的秀才和别的人，特别是监修花塔机构的成员，根本不同意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他们尤其不愿意给外国人在他们的那块土地上分划出一块地皮。他们或许是害怕外国人能够看见所发生的事。首先，他们散播一种之后引起公开纠纷的谣言，说外国人会在这里干那种他们在澳门干过的勾当。众所周知，最先到达澳门的仅仅是少数商人。然而，每年到澳门的欧洲人为数增加，如他们所声称的，直到现在多到是否能把他们赶走都成疑问了。最后，这些恶言使得营建监管人谭君瑜把神父们招去，通知他们说，他们不能进行施工计划，因为按照他们的历法，选择动工的那天是个不吉祥的日子。后来又得到通知，他们可以挑一个更吉利的日子开工。这明显的是在耍手腕。对此的答复是，哪个日子都是一样的吉利。然而挑选的那个日子正好下雨，所以不管愿意与否，工程不得不延期。那也许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它防止了可能的麻烦，以后不久争执就和平地解决了。事实上，他们不仅表示同意，还乐意给予协助，工程顺利竣工，比预期的更为容易。这一切是由于神父们没有为自己的事业抗辩，同时对当局的意见表示出应有的尊重。罗明坚神父和他的翻译员找出了那些煽动不满的人，并解释了他的计划的原委。他说明，他们到这里来不是要侵犯这个国家，
或侵犯曾经如此善待过他们的城市。他们无意做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有害的事，这足以使事情平息。同时，既然官员们不能反对长官所做的批准，所以他们同意和解整个事情。监管官员要神父们放弃划定给他们的那块地，说他们的房屋会使百姓反对那个地方，破坏他们自己的建筑计划。作为交换，将令拨给神父们一块靠近大陆的地皮，在那里，他们房屋的门口将开在这片土地的范围之外。这正合神父们的心意。他们已经购买了几间平房，但因他们要保留一块地，他们就欣然接受了调解。这样，双方都感到满意，争论遂告结束。其实，外国人觉得他们在交易中得到了好处，因为瓦工当时在停工，于是他们还送给神父们几千块砖瓦和大量的木料，以加紧完成他们已经开始的工程。神父们原来想按欧洲的样式修筑一所小巧动人的建筑物，有2层楼，和中国传统仅有的1层平房大为不同。他们还没有开始兴建，就因缺钱这一寻常的缘故，而使计划搁置下来。最近的损失给澳门造成了困难的时刻，所以从那里得不到任何援助。修道院院长神父也是传教团的监督，他认为以放弃盖2层楼房的想法为妥，怕的是天性多疑的人会以为他们是在修碉堡。最后，为了不丧失已经完成的东西，他们把3棱镜卖了20个金币，足以完成当时已动工的部分。这满可以支援他们直到海外送来他们所期待的接济的时候。大致安排好之后，下一步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土地得到负责官员批准，这由得到总督颁发的贴在门上的文件而告完成。这份告示说明神父们怎样来到中国，赞扬了他们的品德和宗教热忱，然后通告他们由总督批准指定一所住宅，他们靠自己的钱生活，严刑禁止人们用任何方式欺凌他们，违者重惩不贷。不久，令送来了2份盖有长官府印的文件，一份批准土地的捐赐，第2份允许他们去省城走动，去澳门或者到国内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去旅行。长官王盼常去拜访神父们，随他去的有其他高官。在这种场合，他从不放弃任何机会一本正经地赞扬他们。新月节重临的那天，神父们到长官府去，按习惯的仪式向他致敬，他也礼貌周全地接待他们。确实像他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在他们开始传教时，他们得到了这位长官对他们提供的很大帮助。为了感激他的好意，作为纪念物，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送给过他各种小礼品。他那种公认的权威，在行政中诚实坦率的声誉，景致使得人们此后不敢提到驱逐他的朋友的问题。他不仅公开支持和保护传教士，而且他开创的这个潜力也促使别的官员去拜访传教士们，并起着同样有益的结果。总督本人是唯一不愿公开接见欧洲人的人。当他们去拜访他，感谢他赐给他们的住所，并且赠送他几样小礼品时，他既不接受礼物，也不让他们进去。他只是让人传话，不必拜访他，也不必费心送礼。他认为，如果他们安静地住在指定给他们的地方，那就够了。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4章，传教士被邀请赴肇庆，他们在这里修建房屋并开辟一个中心。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